可是近日妾身发现，玉隐也是这般努力地投其所好。若是王爷真如外界所传，与玉隐妹妹两情相悦，他又何须这般费力讨好？福晋既已嫁入王府，本宫倒不妨把自己在宫中多年的经验讲与你听。疑心一生暗鬼，很多事你越多想越易生事，不多虑的才是聪明人。但愿如此。可是妾身实在参不透里面的原委。本宫说了，贤福晋是孕中多思了。如今妾身是王爷枕边人，许多事除了枕边人，外人是瞧不出来的。夫妇之道，这是应当的。妾身告退。孟静娴她太聪明了，她的猜忌迟早会害了王爷的。她深爱王爷，会以王爷的利益为重的。只是她现在有了王爷的孩子，我在这王府还有什么立足之地？孟静娴腹中才是王爷名正言顺的孩子，你也是这孩子名义上的母亲，自然有你立足之地。你是钮祜禄家的二小姐，果郡王的侧福晋，应当贤良淑德。我既深爱王爷，自然不会亏待了他的孩子。只是长姐，我心里苦啊。从前之事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眼下。皇上器重孟静娴，这又是果郡王府的第一个孩子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他，断不可有闪失，啊！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三阿哥，我听您念叨这几句诗，已经念叨好几天了。小乐子，我不好吗？好啊，怎么不好了？您是天之骄子啊！天之骄子有什么用？真正关心我的，只有他一个人。谁啊？你说，我是满心满肺的话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才好啊。主子，不能说，那就写吧。哎，还是你聪明。你皇额娘召你去，是为了什么事？皇额娘说儿子年纪大了，皇阿玛要给儿子指婚。富察氏是个好孩子，额娘很放心。儿子相信额娘的眼光，只是儿子年幼，有福晋就够了。可皇额娘还要将乌拉那拉氏指给儿子为侧福晋。额娘可知道，那乌拉那拉氏是……额娘都知道。皇后要你娶，你便娶吧。无谓为这些小事得罪他。可是那是三哥不要的人，三哥不要的人却给我。三阿哥不要你却收容他，那才是你的大度。三阿哥纵情任性，正好成全了你。不过是个侧福晋，你娶回去好吃好喝的带着就是了，又没有人逼你和他举案齐眉。是。你若真不喜欢青樱，额娘已经替你看好了一位，照顾你的高氏，温柔贤淑。额娘也知道你中意他，等再过2年，额娘让你皇阿玛
照样赐给你做侧福晋。是，额娘替儿子筹谋，儿子懂得大局，一定不会让额娘为难。那就好。给娘娘请安。苏公公请起。皇上请娘娘去养心殿一趟。本宫即刻就去。皇上万福金安，皇后万福金安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你还有脸问？你妹妹挑来的人，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，是谁不知廉耻？这信到底也不是殷贵人写的。什么信呢？是这样，昨我让如意去御膳房拿宵夜，正好碰见三阿哥身边的小乐子在长街上鬼鬼祟祟。三阿哥一向稳重，不是那样的人。一向稳重，恐怕也是表象而已。皇后娘娘恕臣妾冒昧，娘娘教子不善呢。三阿哥年轻，不懂人事，一定是贱婢勾引。皇上，臣妾没有，臣妾没有。人是果郡王府挑上来的，粗使的贱婢能有什么好的？臣妾以为这件事三阿哥一定是无辜受牵连呢。可是现在人赃俱在，这信是三阿哥的亲笔呀，那也一定是贱婢勾引在先。可是好了，别吵了。皇上，您别冤枉了您的亲生儿子呀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没有勾引三阿哥。你行事不检，勾引皇子，朕赐你一个了断。皇上，真的没有。前因后果你都讲了一遍，朕不想再听了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带下去赐白绫。这，皇上，来人！皇上，皇上，我冤枉啊！皇上，皇上，好了。同时在奉仙殿已经跪了大半夜了，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。朕不想在宫里听到一句闲话。是。你们先退下，朕有事问熹贵妃。臣妾告退。殷贵人是御福晋挑来的。是。会不会有人教唆殷贵人勾引朕的皇子，以图皇位？皇上为何这样问？弘时是长子，朝中立长立幼之争此起彼伏，败坏了弘氏的名声，也就是败坏了朕的名声。皇上，玉隐万万不敢。他不敢，果郡王呢？臣妾也敢担保。你凭什么担保？这宫里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先帝九王夺嫡之乱，皇子们对皇位的渴望是多么可怕。果郡王也曾是先帝属意的太子人选。皇上英明，果郡王真的不敢。朕怕就怕在，他不敢对朕如何，所以借御福晋之手，打朕的皇子们的主意。这些年，果郡王对皇上是忠心耿耿的。忠心耿耿，谁能挖出他的心来看一看？所以今天的事，哪怕你和静贵妃都觉得朕冤了殷贵人，朕也要保全皇家的名声，保全自己的皇子，不能给任何人以可乘之机。皇上，殷贵人着实冤屈。为了大清，冤了他一个，不算冤。既然玉隐是你的义妹，你确实得避一避嫌。最近宫中琐事繁多，你也许累了，
有事情就让皇后打理吧，或者敬贵妃也可以帮忙。皇上这样说，是怀疑臣妾吗？皇后说的对，你有皇子，此事确实脱不了干系。花妈，这2个耳光，一个打你敢觊觎皇阿玛的女人，一个打你敢觊觎天子的女人。花妈，都是儿臣的错，求花妈宽恕。朕当然会宽恕你，不仅是因为你是朕的长子，更是爱新觉罗的子孙，不能丢皇家的颜面。是，儿臣知错了。你知错，这个错会有人替你背起来。朕已经处死了英国。难得妹妹的宫里也有这么安静的时候。宫里的人不会专宠一辈子的，想明白了便也不怕了。失宠，你若觉得这日子煎熬，那这日子过得也煎熬；你若坦然，这日子过得也坦然。一切无关其他，只在于自己的心境。姐姐有空陪我为英贵人上炷香吧，也是可怜人。好，这次都是怪我，本想借着3阿哥的事打压皇后，谁想下手太重，反而伤了你和英贵人。英贵人的确无辜，可是果郡王无端被疑，更是无辜。我也没想到，皇上一向是不喜欢3阿哥的，这件事却处处维护着3阿哥，反而下了重手杀了英贵人，倒是让皇后趁机反咬一口，占了上风。皇上爱面子，自然要顾及皇家颜面。哪怕自己儿子再不好，可都是自己儿子。何况此事又关系到国本立嗣之事，皇上自然更加多心。我做了几道你素日爱吃的点心。我倒没什么胃口。哎，怎么会突然没有胃口了呢？许是平日里吃多了。锦溪，制碗酸梅汤来。是。你素日里是不吃酸的。许久没吃了，倒也馋得很。能吃就好，能吃是福。啊，妹妹，你是不是有……哎呀，真是好福气啊！
有了这个孩子，眼下的困境就迎刃而解了。我这就禀告皇上去，以宽解我连累你的内疚之心啊。我的困境不难解，可我就是担心果郡王和玉隐。熹贵妃这2天怎么样？太医说娘娘脾胃不和，整日恹恹的。娘娘心里头一直委屈着，这也难怪她。不怪她，怪朕。奴才不敢。朕那天那样问他，是事出有因。今儿早朝，二太和马齐争辩起来，朕听来听去，还是为了立嗣的事。这宫里宫外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朕的这张龙椅，公开见处，肯定会闹得鸡犬不宁。朕得有个好法子，以备不虞。皇上说的是。熹贵妃现在有着身孕，朕不想让她受委屈啊。说来也怪，怎么这几回的事儿，回回都是冲着熹贵妃来的呢？颇有蹊跷。朕不是不知道，后宫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，实则一团污秽。朕有心要清理，说穿了，很多时候不过是女人的事，犯不上；二则总有纯元的情分在，许多时候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。再加上仅仅是后宫，倒也罢了。朕担心的是后宫和前朝刮个朕，要算计朕，朕不得不小心留意啊。皇上英明。你把朕用的点心送到永寿宫去，让熹贵妃知道朕惦记她。这奴才这就去办。劳累，如果你们未能帮衬，反而叫他添了一丝烦恼，那便是叫朕心里更不安乐。是。如今宫里人多，难免闲话也多。由你宫里起，将汉军旗和蒙军旗的宫女儿放出去一批。只留满军旗的轮流伺候就是。是，只是皇上身边的人是不用才的。朕最不喜欢奴才多话，
先将那些爱背后生事的都赶出去。如今准噶尔部虎视眈眈，宫里省下的银子再少，也是救济前线银粮的一点心意。你们好自为之吧。而臣谨遵教诲。我听说宫里裁人了，这是皇上在给皇后脸色看的。皇上的心思是最难猜的。现在天气也热了，我看你呀越发懒得动弹了，每天懒洋洋的，也没个精神。此番有孕倒奇怪些，尤其容易反胃恶心，这心口啊又总是闷闷的不痛快。我当年怀龙月的时候，也不曾这样。我看你还是找魏林来看看，虽然之前也生育过，但凡事还是当心为好。静贵妃说的对呀，当初纯元皇后怀孕的时候也是百般的不适，这女人生孩子呀，就如同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。纯元皇后这样精心的养着，终究还是母子俱亡。宫里的孩子难将养，你前些日子又这样的伤神，还是多多保养为宜。我也算会偷懒了，可还是不舒服。姐姐追着姐姐。我是方才听灵犀偶然说起一句，才想起其中的关窍。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。看姐姐方才的神情，仿佛早有此猜想。当年皇上还是王爷，宜修又是庶女，所以先封为侧福晋，只待生下皇子，便可封为福晋。直到那一日，纯元皇后奉旨入府陪伴出有身孕的妹妹，谁知在王府就遇上了皇上。皇上竟然对她一见钟情，立刻去恳请太后封她为福晋。皇上执意如此，太后也不能违拗其心意。那皇上在之前从没见过纯元皇后吗？从未见过。皇上和太后执意如此，宜修也只能说嫡庶尊卑有别，长姐入府应为福晋。皇上和太后啊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不久，宜修就生下皇子，可是皇子胎里不足，未满3岁就去世了。这个时候，纯元皇后怀孕了。纯元皇后入府便是专房之宠，怀孕之后，皇上就对宜修说：“你精通医理，又是纯元的亲妹妹，就让她侍奉左右，帮着太医一同看方子。”纯元皇后怀孕后便是百般的不适，临盆的时候惨痛异常，生下一个死胎就撒手人寰。
临死的时候，还伏在皇上的膝上说，不要迁怒于太医，更要照顾好自己唯一的妹妹宜修。纯元皇后入府善待府中诸人，可是天不假年。哦，对了，就连那个孩子我也悄悄看过一眼，那个孩子身上有好几块青斑，一出生便没了气息。青斑？为何会有青斑呢？皇上知道吗？知道啊，太医说，是胎中受惊，血气不足才会如此。因为皇后的遗言，太后也不愿皇上娶别门女子为正室，便也同意了立宜修为福晋。这之后的事情，你们也都知道了。乌拉那拉氏宜修极看重他正室地位，被人横刀夺去，难道他就一点都没有恨意吗？正是如此啊。可是苦于咱们没有证据呀。纯元皇后怀孕之后，她在身边服侍着。要是想买通皇后身边的那些宫人和太医，倒是也未尝不可。夺位、争宠、丧子，如果真是他干的，那么是他杀了纯元皇后和皇子。可是咱们没有证据呀。一定会有的。安陵容在皇后身边这么久，她的心思最为细密，她一定是看出了什么，要不然她断不能说出这样的话。未必，或许是我们多心了，也未可知啊。我和你一样，恨极了他。然而再恨，如果我们不能一击将敌人击倒时，只能极力的忍耐。哎，龙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额娘，我困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一会儿就回去啊。此事还需从长计议，谁也不得大意。额娘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额娘是看你新娘娘现在怀孕怀得实在辛苦，吃不了睡不着的，真是难受的紧。我看别的娘娘有孕也是这样啊。龙月，你知道吗？你新娘娘在怀你的时候吃了不少的苦，现在日子刚刚好过一点儿，又怀孕了，额娘真的是不忍心啊。那我晚上去向新娘娘请安。好，新娘娘看见龙月一定会开心的。我也要额娘高兴，花妈老陪着新娘娘，我就多陪着额娘。龙月真乖，不过你新娘娘越是得宠，越是有人要害她，所以龙月答应额娘一件事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都要保护新娘娘，别让皇额娘欺负了她。这话额娘说过多次，我都记得。韦太医，我们娘娘这是怎么了？吃什么吐什么，晚上又睡不好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娘娘请息怒，微臣无能。我看还是速速请温太医来，此胎也许还能保得住。娘娘，永寿宫请了温实初回来。
是不是熹贵妃的胎有不妥啊？有寿宫的口风最紧，什么也打探不出来。不过奴婢向太医院问，说是暂无大碍。连温实初都请回来了，可见他多重视这一胎呀。3月18是先帝的生辰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皇上是最重孝道的，已经吩咐了大师诵经7天7夜，而且手抄佛经，在先帝生辰之日焚化祝祷。皇上是孝子，皇上的儿子自然也是孝子。三阿哥那边都妥当了吗？已经按娘娘的吩咐，三阿哥写诗进献给皇上。想来有这么多日的准备，皇上一定龙心大悦。阿哥们素日的孝心都只在请安上。先帝生辰之日，皇上如沐之情最重，一定最容易被打动。三阿哥只需要稍稍准备就好。对了，三阿哥的文采平日并不出众，记得让师傅们好好指点。王师傅博学鸿儒，是皇上钦点教导三阿哥的，可见皇上对咱们三阿哥多器重啊！但愿如此。三阿哥是皇上的长子，皇上难免会寄予厚望。只是英贵人之死，到底还是会连累了三阿哥。本宫会想个法子，悄悄联络朝中重臣，为三阿哥说话。届时望他得人望，让皇上放心立他为储。有娘娘在，一切自然无碍。娘娘，温太医来了。熹贵妃娘娘晚安。娘娘，您的脸色怎么如此清白？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也不愿打扰你。娘娘请。娘娘，我相信卫林已经尽力了。从娘娘的脉象上看，卫林一早就发觉娘娘的胎象倒比寻常人虚弱很多，所以一直用黄芪和白术那些温补的药为娘娘补养身子。只可惜……可惜什么？娘娘刚刚怀孕，便心气躁动，五内郁结。加之娘娘怀孕的时候，当年产下双生子的虚亏，并没有补回来，并不是怀孕的好时机，所以，即便尽心补救，也回天无力，龙胎只能是能保多久是多久。你告诉我一句实话，这孩子，我还能保多久？娘娘已经怀胎4个月，这个孩子，即便我和卫林拼尽一身医术，也保他不过5个月。5个月？是。那我们的母子情分，齐妃只剩下不到1个月了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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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身子要紧。娘娘，您还会再有孩子的，身子要紧啊。